我特别特别感谢这个到现场来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很多人都有。刚才有个人说，我从第一集就开始了，第一集真的我就是只是做了一下子，就有人就注意到了，然后就说，旁边的朋友说我从第二集就，我的朋友告诉我就开始听了，就是大家还有一个 competition 啊，非常的感激，那做到现在呢。其实听众朋友对我们的鼓励，还有的很多人经常给我发一些私信，然后告诉我们他们自己个人的生活的境遇，他们有什么样的困惑，希望我做什么样子的专题，这些都是非常有帮助的。我很喜欢你们的 feedbacks，还有刚才有一位听众说。2位，其实他们一起来的。有一位女士说，我是去年在国内的时候就用 VPN 听你的那个播客。还有他旁边的男士说，非常非常感谢你前阵子做了这个 H1B 的这个专题。我说你是正在经历这个 H1B 这个 hell 吗？就是对我真的我是非常非常感激大家。那我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肚子里没有那么多的这种的真才实学，像刚才这些老师一样，我就来想着说你们可以问我任何的问题。我先念一下啊，就是袁立老师分享过，做节目的初衷是为了治愈自己的政治抑郁，可以分享压垮您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吗？这么 brutal， 你在做节目的过程中，是否还会继续受到政治抑郁的职业暴露？哎呦，我后面都不好讲了。他说万分，我还是念出来吧。万分感谢袁立老师夜以继日的付出 ，You're the heroine lots of us don't deserve。我觉得这也太过分了。我觉得我们都是，我刚才签书的时候，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我就是用一句话，就是说 For China。We deserve， 我觉得这个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值得一个更好的中国。我自己做的这个事情也是我觉得我们值得一个更好的中国，就是我们的中国，我们的母国是我们没有办法卸掉的一个东西。就是在这儿，我们也都知道，这个中国的这个 identity 会给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 baggage， 然后还有就是。远在万里的祖国也时时刻刻给我们各种各样的压力。对，我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呢？我觉得我可能说过，就是上海封城。这个也是大家很多人都有的一个共同的体会，就是上海封城的时候。当然，前面就是武汉的时候，就非常的愤怒，就说我以为的萨斯他们接受了这个教训，就不会再像这种事情，怎么还能瞒得过去，还会撒谎呢？我觉得我最后一次选择相信他们这么让我失望，我就气得要死。然后呢，等到后来就是到了这个22年就开始这个 Zero COVID， 就各种各样的这个奇形怪状，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刚才有一位听众还过来说，他特别喜欢那个金东彦老师的那一期分享，就是在应该是22年是吧？大家都说这个为什么不放开呢？为什么不放开？就是金东彦老师真的是特别的勇敢，他住在香港，他上了我们的节目，他说，我说你为什么喜欢他？他说我觉得金东彦老师有这个暴脾气。我一听说什么暴脾气，就是他真的他的那种愤怒。我觉得到了2022年的时候，大家的这个愤怒都有不同的点。我的点就是上海封城，我看了这么多人，上海人他们也很勇敢，他们分享出来了很多的互联网上分享出来很多的这种素材，让我每天看着就不停的流眼泪。那这个是我觉得就是压垮我了，我觉得我必须要做一点事，那就是中国人在这个不同的节点上做了事，就到了白纸的时候，是不是那么多人走了出去？我采访的上海的人都说，我没有走了出去，是要去抗议的。我没觉得我是去抗议的，我只是去乌鲁木齐中路去祭奠在乌鲁木齐大火中死去的人们。但是大家都喊口号的时候，我觉得就是喊出了我的心声，我就是跟着喊了。这个就是我觉得我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最后一根也不是最后一根稻草了，就是让我觉得我必须要做点什么，我能做点什么。我就是一个记者，我做记者就是跟人说话，然后把大家的想法都分享出去，这就是我的我能做的。谢谢。这个热心听众 K 他说，我今天
不小心的可能问了他3、4个问题啊，我现在要问他一个问题，因为他真的很会提问题，是位女性。说袁丽老师好，非常感谢你为我们创造了这个自由表达的空间。请问你在创立这个播客时遇到的最大挑战是什么呢？作为你的听众和粉丝，除了每月的捐助和在平台上分享扩大传播力之外，还有什么方式可以帮助到你呢？这人真不是我的托。对对对，我那个在做这个创立这播客时候，真的是什么都没有想，就是旁边有小伙伴，我就是会采访人，然后做完了以后，大家就有会记住的小伙伴就在这去剪一剪。但是现在做了2年多了，我们播客都做了100多期了，2年多了，是从2022年5月份我在首尔住的时候创办的。那到现在，说句实话，有点累，就是因为我实际上我是有《纽约时报》是我最主要的工作，对吧？那《纽约时报》是付我工资的，这个播客并不付我任何钱。那我呢还要想到说，就是那个小伙伴们也不能就说一直都是人家是志愿者，我也就是从去年其实开始就是会找一些专业的地方去做剪辑，然后的这个来帮我做事的人，我在尽可能的这种情况下也会给他们付一些这样子的报酬，我觉得这个都是应该的。但是呢，就是实际上这个播客还是如果让它做得更 sustainable。是吧？我觉得我还是需要长期的这种的固定的员工来跟我一起来做事情，因为我很多人都有志愿者都很有热情，但是做了1、2期以后，可能帮我一下，然后就我有这个事那个事儿，他们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了。就每一次我要跟人去沟通啊，这个其实成本是非常大的，而且以前每一期我都要到处，每一期做完以后都要到处去问说，哎，你们谁这周有时间剪啊？这样子的。我觉得这个播客还是从我自己的自身来说，我希望是一个我们中国人自己能够从听众来说，大家能来把它支持下来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媒体形式。我本身就是说其实是不行，我不想做商业化。你看我们从来也没有什么广告，我也不要接任何广告，因为很多第一这些世界500强的这种大的公司，他们不会来我们这儿，因为中国市场是更大的，是吧？我们这么一个播客没有什么商业价值，还要得罪中国政府。第二呢，就有一些这个也有找过和我们做广告的，就是最多的就是移民律师和这个 VPN， 那我都不可以，是吧？这个是有 conflict interest， 是吧？有这个利益冲突的，因为我作为这个纽时的记者，我还是写很多这样子的 VPN 了，写这种移民这样子的一些事情。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如果有可能的话呢，我们不光是有每月的捐助，其实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捐助。就是你们到不明白播客.net 不明白.net 这个网站上，我们有一个捐助页面，就是大家如果有可能的话，就是欢迎你们给我们这个捐助，不管是每个月的还是说一次性的，这个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越来越就是我就觉得我的身体有点受不了，就是要应付太多的杂事，还是需要有人来真正的来帮助我。对，下一次不明白节是什么时候？将来有更多线下活动的计划吗？有钱的。对，我其实挺想做这种线下的活动的。我每次做活动都是觉得气氛特别的好。就是我也觉得，就是不管是我在东京、在台北，还是在清迈，还是在纽约，然后来这儿还有洛杉矶，我觉得大家都很期望能面对面的看到人，对吧？能够面对面的就说，能够看到彼此，是吧？我们是说能听到，播客是听到彼此，但是看到彼此也是很重要的，是一种这些人是真实存在的，他们就在我的身边。这个其实对很多人是非常有鼓舞的这个作用的，就是不是说不明白播客一个在国内的一个特别大的那个作用，就是暗号嘛，就是你听什么播客，就是我听不明白播客，那就知道啊，你们原来政治光谱应该是差不多的。对，那我觉得那只是在
线上是吧，或者是怎么样？但是线下我们在海外嘛，就是我们可以多做一些活动，多做一些活动。我其实想着可能9月份的时候可能在 DC 做一次活动，因为 DC 那边那个。我能给他们公布吗？这个季风书店啊，你们都知道，季风书店要开了，我可能去那边，会跟那个我已经跟蔡霞老师说了，就蔡霞老师跟我做一次活动，然后那可能是9月份、10月份呢，我争取在纽约再做一次活动，但是这个前提呢都是有当地的 support。团队，好吧，我们钱是需要，就是说这种东西需要，但是就说我这次能在湾区这么做，我真的是你们也看到这现场有多好的志愿者，对吧？我们都做得多么好，我这些东西根本都不用我脑子想的，我的脑子一到这些事情上面就不 work，就是彻底的就白了，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当然，刚才已经有纽约的那个听众来跟我说。你什么时候到纽约去？然后我给你做这个 support 工作，是吧？就好多的人都是我希望能做更多的这种线下活动，虽然有一些费力气，但是我觉得大家能见到这些我们的嘉宾都平时是听的，也是挺好的，是不是？就是对，还有人给我出这么多主意，说关于不明白播客的未来会不会做连载，比如今天几位老师的对谈，其实完全可以进一步拓展。就是大家的话都没有时间说完。然后呢，第二会不会做副频道，比如文学、艺术甚至商业的内容，或者是袁老师会带徒弟开播课，有管矩阵。我是好吧，还有做一些课程，比如政治、经济、哲学的扫盲，给林老师说的 STEM 中国青年补课，我觉得都是特别好的那个好的想法。其实我也有想过，就说我们要不要做这种的副频道，是吧？我也和有几个人在谈这个事情，但我说句实话，我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发现我成了一个瓶颈，就是说我每次就是要做节目的时候，其实要做很多的功课，就是一个人做这些前期的这种准备工作。我不是录过一次的 Daily 嘛，就是讲那个走线那个人，我去做了那么一次，我才知道他们有多少人在做一期节目，我就觉得我一个人真的是做了无数人的工作，所以呢，这些都是特别好的。想法我也希望能做，而且大家也注意到，就是说其实我有很多的兴趣，是吧？我以前做商业报道，在《华尔街日报》做14年，我做商业报道，其实我对商业也很感兴趣，然后的这个文学艺术我都非常感兴趣，但是也有别的一些非常好的这种的，不管是学者还是媒体人，大家我认为我想做的是一个有质量的专业性的媒体，那如果能给它做成一个专业的媒体平台，那是最好不过了。但是呢，我是没有，到现在为止我没有这个经历。因为你们如果为什么我要做这个事情？我刚才也没有讲太清楚。就是我们讲过中国媒体的黄金10年，后来这个中国的媒体人不是在阿里巴巴，就是在去阿里巴巴的路上，是吧？然后这个媒体被彻底的就基本上是被彻底的消灭了。那我们现在大家也经常说，就是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大家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应该怎么看这个事情？其实我很多时候我是想要就做一点这方面的，就是当然是非常微小的一点贡献。我也希望就是说有更多的中国人能来做，中国的专业记者、专业的媒体人能来做专业的内容。这个听众的这个建议是非常好的，也说到了我的心坎。你们为什么都这么了解我呢？您估计不明白播客在国内大概有多少听众？能否分享关于不明白播客内容在国内传播的情况？我们的播客从上线第2期就被彻底封掉了，就是我们从第一开始就从来没有上过苹果的这个 App Store， 他们就完全就不给我们申请，就反正就完全就没有就上不到。所以国内的人呢，刚开始我们的国内的听众还挺多，因为 Spotify 上是可以有的，但是后来呢，他们就墙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我们在白纸的时候，其实听众是非常多的，那个时候是可能最多的。然后去年做了一系列经济的这个也是很多的。
国内现在的听众呢，可能应该是就是我只是有 YouTube 的那个数据，应该有差不多1/3是国内的，还是有，对，还是有，对对，以前有一半的啊，以前有一半的，现在有1/3，只有5分钟了，1/3的话，我觉得也不错了。还有呢，有一些我觉得YouTube 这个是一个比较只是一个频道的。我知道还有很多人，就比如说他们在微信有一个群，他们有好多群，就是我比如说有一个群，大家都不许说话，他们就只是分享这个 audio 这个audio 的这个 files。还有我也知道有人就是把这个我为什么每一期都要真的是单独付钱给人去做这个文字版。而且要做的比较精准的文字版，不是机器翻译的。是因为我知道这个文字版在国内是最容易那个传播的，他们很多人把这个文字版做成了 PDF， 然后给大家去传播。所以我也不觉得就说我们只是看这1/3，很多时候。可能我也在安慰自己，就说这个播客还是有很多人能看到、能听到，这也是挺鼓舞人的。还是很多人就经常就是会碰到有人，就刚才那位听众就说我是在国内时候就用 VPN 来听，但最多的呢就是在 YouTube 上面，现在可能是比较多一点的，因为中国人一出来主要是上2个网站，一个是 Twitter， 一个是 YouTube。对，当然呢，就说YouTube 也有一个问题，就是80%的听众是男性，然后而且。我可以说吗？我认为他们很多都是就是抠脚大汉吧，就是，我们在那个 YouTube 上面就是评价最低的呢，就是女权啊，做女权的，每次他们都会破防。所以呢，我也希望以后多做几期女权呢，把他们就洗一洗。我我实在有的时候也失去了耐心，但是呢，我也希望我们的女性听众呢，也跟你们身边的朋友说一下，就是希望他们有更多的或者男性的听众也跟你们身边的女性的朋友都说一下，就是希望他们能来更多的人能来听不明白播客，好吧？我希望改变我们的这个性别比例。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我真是觉得有点 ashamed。我看到你那篇润出中国后，他们开始重建中国。感到很向往飞地书店这种社区，我想问，在旧金山湾区本地有没有类似的组织或者活动？作为我们这一代通过读书工作来美国的华人，如果想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帮助建立本地的社区和小共同体，我们普通人可以从哪些事做起？我觉得湾区就有很好的这个，对这个问题也是特别好。你们可能有些人知道，就是旧金山马上要有一个中文书店，叫什么呢？你们有？哦 ，Unbound， 对对对，叫 Unbound， 中文还是中文还没有出来，在想是吧？对，这个还有就是我这次来湾区，我觉得湾区的，我还在开玩笑，我说我回去我要找谷歌的这些人去混，因为他们的技能太适合来帮我做播客了，就非常有这个 project management 的这个 skill set 实在太高了。对，我真的是觉得大家都可以做很多事情，而且这边这个女权脱口秀我也没有去，是吧？我也听说有非常非常好的，特别多的这种的年轻人。其实现在我自己感觉，我跟很多人说，这是现在和我在20年前，在美国待的时候，美国社会其实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20年前我在Wall Street Journal， 我那个在华尔街日报当记者的时候。中国就是我们这种大陆人的这种群体啊，很多都是留学生，就是这种的中国留学生什么学生会，就是我从来都不去参加的，是吧？还有就是这个华尔街上的这些精英，因为我是cover 这个 Wall Street， 就 Wall Street Journal， 就很多的这种商业的这种，就是公共议题是很少有人讨论的。没有任何的组织。但是我去年从首尔一到那个纽约，我就觉得哇，真的是。太好了！这个我到的第一个星期应该是第一个星期还是第一个月，就去了这个纽约的女权脱口秀，我说又看的又哭又笑，真的是特别的好。然后我去年还看了，我经常跟别人说，我看了一个话剧，
中国人演的话剧，蒋公的面子，全部是中国的业余演员，非常的棒。他们花了6个月的时间，但是只演了2场，因为租这个场地只有1分，租这个场地实在是太贵了，他们实在租不起。所以呢，我其实认为，就说不光是不明白播客，也有很多的这个中国人的社区，我从来都觉得我们应该自己想办法，怎么能在海外能够建个基金会啊，建个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的网络，能够让我们中国人的社区，应该我们自己想办法怎么能够养起来。有很多人都是很热衷于做这个事情的，所以这个问题我觉得也很好。我们每个人其实可以做很多事情，不管是去做志愿者呢，还是做组织者呢，还是出钱的、出力的，就是各种的。我其实真的是这次回来以后，我对中国人的社区有了非常非常大的这个观感，就是觉得特别的 encouraged 好，我们就这样吧。好，谢谢大家啊。